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俄罗斯征兵人数破纪录，普京签署2026年持续征兵令，乌克兰确定兵力上限。俄罗斯国防部宣布，2025年秋季征兵工作已圆满结束。本次秋季征集共招募13.5万名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公民，进入武装部队及其他军事单位服役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此次征兵规模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相比之下，2022年、2023年和2024年同期的征召人数分别为12万、13万及13.3万人。俄罗斯本次秋季征兵属于首次启用统一军事记录登记册，并通过政府服务门户网站向征召士兵发送电子通知。超过55万名俄罗斯人在未亲自前往征兵办公室的情况下获批延期服役。不过，电子传票在系统发布7天后即视为传达，并将触发包括禁止出境在内的多项限制措施。征兵人数破纪录，可见俄罗斯的野心。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·卡尔塔波洛夫表示，征兵人数的增长主要由于今年春季征兵计划完成度有待提升，同时也反映了俄军正处于扩张阶段。他特别提到，新组建的列宁格勒军区需要更多兵员储备，以加强与芬兰接壤边境地区的防御力量。2025年秋季征兵结束，紧接而来的就是2026年全年征兵。目前，普京已签署法令，对2026年的征兵模式做出重大调整。从2026年1月1日起，俄罗斯就会实行全年持续征兵制，年度目标定为26.1万人。这意味着征兵办将不再局限于季节性的招募，会全年发送传票并进行体检。俄罗斯官员称，虽然主要派遣窗口保持不变，但这一转变的目的是提高兵员补充的灵活性与稳定性。这也是俄罗斯首次在涵盖全年单一文件中设定年度征兵目标。实际情况如何，相信大家都猜得到。相比乌俄战场上的损失，俄罗斯的征兵人数看上去并不多，但普京早已启动2026年秘密动员阶段。在12月中旬，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，召集预备役人员参加2026年的军事训练集会。战争研究所表示，这是俄罗斯秘密动员的新阶段，以补充在乌克兰作战的部队。在兵力规模上，乌克兰也有好消息。希尔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就近期备受关注的和平计划细节做出了回应。希尔斯基确认，在美方拟议的和平计划框架下，乌克兰未来常备军人数上限设定为80万人。虽然早期草案曾建议将规模压缩至60万人，但基辅方面最终争取到了80万人的额度。希尔斯基强调，80万名常备军足以确保国家防务的稳定性，并能在应对潜在侵略时维持快速反应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希尔斯基明确表示，乌克兰的动员行动没有受到任何国际协议的限制。他指出，我们所有的动员能力和各项参数都保持完整，现行的动员过程是稳定的且具有计划性的。和平协议不会限制军队人数与动员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乌克兰的安全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就结束了，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